因为我不希望我自己在整个的实验过程哦，对它加入了很多先入为主的想法。那么现在哦，就让我先生来帮我做这个盲测的准备吧。我现在看到它，觉得好兴奋哦！感谢我老公把这些全部都装出来了。好，那本来它排的是这样子横向的哦，但是因为我发现镜头好像没有办法让这7款全部都拍进去，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一个这样子斜的，这样斜的看起来有这种打麻将的感觉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哦。但我也不想要去多做猜测，我就是比较直观的就来对他们做一个评价好了。OK， 那现在首先我想要做的就是我先看这个整体哦，然后来看看他们的状况。那我们再一个一个看哦。好，那就还蛮明显的感觉，这4个哦，就是我的右手边的这4个1、2、3、4颜色是比较淡的哦。我老公应该有把它调动位置吧，但是我不晓得它的顺序是什么。那最左边的刚好哦，不知道是不是光线有影响？我不要把顺序搞混了。其实这刚好这个最左边这个颜色就是特别淡，而且它还带一点灰哦，就觉得这个油本身比较没那么绿哦。那这个是也带一点灰，但是这个就是有一点绿了哦，真的就有点茶的颜色的感觉，而且比较清澈。那么另外这3个就是都有一点点的混浊。好，那这个是所有里面当中哦，颜色是最深的哦。其实我现在就可以来做一个排序哦，就是把从颜色深到这个颜色淡的哦，来做一个排序好了。反正它这个号码是压在下面的，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嘛。好，那我就来排哦，这个从深到浅哦。好，我们就当个小游戏来玩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就看出来，噔噔噔，7款颜色的深浅都不同。然后这里刚好光线关系哦，会觉得它反光看不太清楚。其实这个是最深的。再来浓稠度方面呢，我看看哦，尽量不要去揭晓下面的。好像用这样子看，这个都没有太大的差异。这个感觉就比较水了，这前面2个就比较浓一点。好，这也是有点水水的，这个是还好。对，这也是偏水的。好，那最后这个就感觉就是蛮水的了。那整体的表现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一遍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。我要做的方法呢，就有点类似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方法哦。就我先第一个，我们看颜色嘛，讨论一下它的颜色。再来呢，我要闻一闻它的香味。那再接着呢，我要摸一下，感觉这个油的质地。那最后呢，我就是把它涂抹在我的手背上，然后看一看它的触感怎么样哦。我们就从这个最淡的开始好啦。好，这个是最淡的，当然它的颜色就是蛮水的。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像，也是有点像茶汤吧，或者是说像茶汁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上面呢有一点点的杂质哦，就没有过滤掉。好，那再来我要来，就是闻一下它的味道，因为我怕拿起来之后会不会下面的数字团跑出来哦，所以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摇起来。好，我在摇起来的过程，你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哦。好，那我来闻闻看它的味道。还蛮香的，
但是就是有一点清香，就是淡淡的香。来摸摸看它的质地，还蛮滑的，它的质地就是滑滑的。好，那如果是涂在手上呢，油感不会那么重啦，就是当然是也是油，有滋润感。那我的皮肤的感觉没有觉得说很黏腻这样。在7款测试完之后，我自己再选出我最喜欢的前3名，然后我们再整体来公布答案好了哈。其实这个盲测的评比啊，我以前没有做过，所以我也没有做很多的研究，看人家怎么玩这个游戏哦。但是呢，我就是想说，我就来做做看。好，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规则，那这个我就放回来。好，这个已经看过了。好，那我先把我的手稍微擦一下，可能这次做完这个实测，我的手会变得很香啊，很滋润。其实它这个我这样擦过之后，味道呢还蛮不错的耶。我真的觉得，如果你们家里有左手香，都应该来试试看做这个萃取油哦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中间左边的第2个了。那它的颜色对这样子有比较就是有差别哦，它颜色就比前面的来的再深一点，当然就会觉得它比较漂亮哦。好，那呢我就来看一下，你看它这还带一点金黄的感觉。好，那我来闻一下它的味道。我不希望下面的数字跑出来哦。好，其实味道2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耶，但是它的颜色稍微深一点。我甚至觉得前面的这个味道好像还比较明显。好，那我就来试试看它的油感。哎呀，不小心滴出来了。这个油感呢，摸起来是跟前面的差不多啊。涂在手上的话，我会更喜欢这一款。对，它更滑，在手上的味道就比较清楚了。前面这个比较清香，那这个带一点点甜香。好，这就是左边第2款。好，再来是左边第3款啦。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光线怎么样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以我的眼睛来看的话，这前面2款跟这一款比好像从镜头上看这个颜色比较深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的眼睛看起来呢，这2款是颜色是比较暗淡，它虽然比较淡色可是它是比较接近灰的绿那这一款呢，就是它颜色稍微浓一点，然后它带一点真正的绿色，而且它的油脂呢颜色看起来很干净，所以我觉得这款的萃取油它的颜色是比较漂亮的。OK， 好，那一样呢，我来试试看它的，然后推开来的话，这个就更为金黄，然后带一点鲜绿色我可以把它往旁边推开来，你们也许可以看到它的色泽的差别好，这个就质感还不错好，那我来闻一下它的味道。这个味道不一样了，它比较浓一点，可以说它有这个。好像我们这个香草类的它在闻的时候，比如新鲜香草在闻的时候，你觉得它有一股还是有一股这个草叶的清香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是不是有香草它这个干燥香草它去做成的茶包，或者是可以让你像是艾灸那样子的粉末的时候，它是不是会带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香味就不纯粹是香草青草味道，它有一点药草的味道在里面。好，那我来摸摸看它的质地。这个质地也是跟前面呢都没有说差异非常大
就是以前2款来说，我是比较喜欢第2款啊，它更顺的。好，那么第3款呢？我觉得第3款它也非常的滋润。它这个，因为你们知道我是用不同的油去萃取的，所以可能就是会被它原始的那个油本身去影响到嘛。但是不管它，我们就这样子玩就对了。好，这个油感是比较润的啊，闻这样在闻味道。哦，真的有差欸！我觉得你们在闻这个萃取油的味道的时候，不要直接闻，当然直接闻也是，你要把它涂在皮肤上闻，因为我们的皮肤是有热度的，所以它带出来的香气会更明显哦。这样子比就很明显可以发现。好，这个味道就比前面2个更为香醇，可以这么讲嘛？就是它的层次更多。应该是说我觉得它萃取出了芳香的分子比较多一点哦，很香，我喜欢这款，我喜欢它的颜色，也喜欢它的香气。好，再来第4款，第4款看起来呢，比起来它的颜色色泽上比较接近前面2款。好，这款是比较黄绿，比较亮，然后这款呢就是又偏暗了，颜色又偏暗了。但是因为它的颜色是比较浓的，我是按照浓淡去分哦。好，然后呢前面这个没有杂质，这一款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杂质哦。好，我在猜这杂质也许是我自己过滤上的一个问题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。对，这个就是偏暗的绿，偏墨绿色，可以这么说。那这个就偏的比较亮的黄绿色。好，这个油脂似乎没有这个那么的浓，比较水一点的感觉。好，那我来闻闻它的味道。我觉得味道比较淡欸，比这个还淡，有点这个味道的感觉，有点第2款就是左2这一款的感觉。那油脂呢，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也是蛮润的。好，然后涂在手上，涂在手上的感觉，我觉得跟前面2款有点接近哦。它不是全然的润啊，就是比较带一点点水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来闻闻看它的香味。这款的香味蛮淡的耶，我觉得至少比前2款都还要淡。那跟这款比较的话，我觉得甚至比这款还要淡呢。但是它的颜色是比较深。那我有讲说它的质地是比较水的。对，它至少比这2款都还淡。这一款呢，有一点不太记得，等一下也许来做一点比较。但是这款的香味确实是淡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吧。我自己是认为这个虽然颜色深，但是好像香气不是那么足够哦。到时候我们就来揭晓为什么它香气比较没那么足够哦。是不是萃取上面的材料的问题啊？或是方法的问题？我做这一集节目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节目啊，我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节目。总之，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实验报告。那大家呢有兴趣的话，就欢迎帮我把这个实验报告看完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1、2、3、4，我们已经试过4款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又开始从右手边这边，右手边的第3款了。这3个就是颜色比较浓的。我相信很多人在做萃取的时候都希望萃取到最浓的颜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喜欢成品做出来很漂亮，尤其像是如果你是做手工皂的话，有时候非常非常在意这个颜色哦，不管是加色粉啊、加植物粉啊，还是做萃取油啊，可能都是为了要得到那个颜色嘛，所以大家很在意这个颜色的部分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看，它是里面呢颜色第3深的。这个油感还不赖，我觉得蛮漂亮的，感觉好像这油蛮好吃的。我把它推开，那它的质地也不会太水哦。但是它也有一点杂质沉淀哦。好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嘞？
好，那我再来闻闻它的香味，它有点金黄绿、金黄墨绿这样，淡淡的香。好，那我来摸一下，摸它的油脂，比较润啊，这个就明显的润哦，就是有点类似这个第3个那种润感。好，那我来抹在我的手背上哦，希望它的香气更明显。我刚才是闻到淡淡的啦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闻了前面那么多，我的鼻子有受到影响了。好，这有点润，但是这润当中呢，感觉是有萃取出一点杂质，是不是就有点刺刺的？好，我来闻闻香味，还不错啦，有淡香，但是比较淡，有点在介于这个第2跟就是这3个香气跟这第4个香气是比较。都是偏淡的，但是我觉得这2个香气，这个香气就稍微甜香一点。那么这3个香气都是淡清香，这个比较清香一点，这2个比较淡香一点哦。可是这个油脂比较颜色上是比较浓、比较漂亮的。好，最后2款了，非常刺激哦。这2个呢，颜色都是浓啊，这个还是确实比较淡一点啊。那这个颜色呢，它也底部有沉淀哦，就是有一些杂质。这个杂质我在猜，可能是水分啊，或者是说绿的左手香渣不是那么的干净造成的。所以有时候可能这杂质是我自己本身在过滤的时候的问题，但我都有尽量去注意这个问题了啦，哈。哇，颜色也是很漂亮哦，好看的颜色。但是这个是金黄的绿，那这个就是偏墨绿哦。好，我把它往旁边推开，来，我来闻闻它的味道。现在我发现哦，这个鼻子的这个味道的疲劳是真的哎，所以我在做这个评价的时候。你们可以稍微的怀疑我的嗅觉问题，因为我这闻了好几个了嘛，可能我也有一点嗅觉的疲劳哦。但我尽量去闻出它的香味。我觉得它的香味还蛮不错的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就是来摸摸它的质感咯。哇，这质感滑，有感滑，然后你看它颜色深嘛，所以涂到我的手上的时候都有点带绿了。好润，好质地润。好，这个香味就是有一点点甜香，然后呢，清香跟草药香都有。那最后一款，希望我的鼻子还灵哦。最后一款了，噔噔噔，你们从这边可能看。这个光线的关系看不清楚，但这样子就很明显，对不对？这个颜色差异就很大了。这个第3款是刚才我说的，就颜色是偏金黄的那一款。这一款呢，它的颜色呢就是播给大家看哦，它就最浓，好，然后偏墨绿，好，就是比较绿咯，更绿色了。好，想说很多的做萃取的人就是最希望看到这个浓浓的颜色，对不对？你看2个差异是很大的哈，而且它是杂质也没有杂质的一款哦。好，那我就来闻闻它的香味了。这样子就可以感受到不同了。这个的香味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香味它有一点刺，就是说这个香它是带一点冲的香味。前面的香都是比较温润一点，这个香味是有一点冲的，就是有一点青草味，然后有点像，比如说我们闻左手香本身那个扑鼻而来那个味道很重，对不对？或是其他的香草，那你把那些草比如说我们把它揉烂之后，是不是会有一种草的腥味那种腥冲味？其实这个油是带有那一种腥冲味在里面的。对，我觉得它最明显的就是香草本身的腥冲味在里面。那我们来摸摸看。好，这个摸起来也算蛮滑蛮润的。好，再来我们涂在手臂上看看。好，
那它稍微比较厚重一点点。说厚重就是说在推的那个感觉哦，你就会感觉到它是稍微难推一点，但不是非常难推啦。好，闻闻看味道。哇，整个就是草的味道。我不知道该说这个到底是香或是不香。这里面呢有我很喜欢的萃取油的香味。那这一款呢，它是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有那个冲冲的味道，草的冲味。它真的有一点像我们晒艾草啊之后闻到的那一种味道，就带一点点晒过草叶的一种气，好草气在当中。然后一点新冲味，但是没什么甜香。好，这要讲就是它没什么甜香。好，所以目前为止很有趣哦。我们做这几款萃取油，发现了香草它萃取时候会产生的不同味道。我们讲了有青草味、清香味，好甜香味、药草味，还有这个草叶的一个新冲味、草气味啊。好，噔噔，我们就完成了这7款萃取油的一个比较，应该说是这个介绍跟比较。那再来呢，我先来思考一下，然后呢再次稍微比较一下这几款油，然后我会选出我最喜欢的前3名。再来呢，我们就公布答案。那我再次做比较的时候呢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左边第一款我刚才说的淡香，它有一个酸香味，果酸香味。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有更多一种味道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容许我继续的再做第2次的比较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第2次的评比，这样子呢就会更清楚了解这7款油的差异是什么。